马克龙呼吁中美结束对峙，对奥库斯联盟公开捅刀，有点意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 G20 峰会结束之后，紧接着又召开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经济领导人会议。在俄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外界更多的关注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但是谁也别小看同样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法国的总统马克龙的表现。马克龙计划在明年初访问中国，意大利女总理也将访华。中国与澳大利亚领导人、中日领导人的会谈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这些多边外交活动让拜登看着都着急上火，因为美国想遏制中国，必须借助其盟友的力量。而在这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中，马克龙的表现更出彩，因为法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反对全球霸权，在这方面与中国不谋而合。马克龙的第一刀捅向了奥库斯联盟。他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表示，虽然新一届的澳政府决定继续要美英帮忙造核潜艇，但法国对法澳两国的潜艇交易仍然持开放态度。他再次对莫里森政府火力全开，警告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努力损害澳洲的主权，并引发与中国的核对抗。澳总理回应称，澳政府尚未决定改变立场。这里要注意，马克龙所说的损害澳大利亚主权，指的是澳大利亚国防事务独立自主的立场受到影响，这就非常讽刺美国和英国了。而引发与中国的核对抗的前景，也是触动了澳大利亚的敏感神经，因为阿尔巴尼斯政府想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所以马克龙这套外交策略是站在澳大利亚现政府的角度，明确指出继承推进核潜艇交易的弊端。更何况从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生产制造能力的角度来看，此事根本就是遥遥无期。马克龙的第二招是捅向了美国的霸权，没错，就是美国霸权。马克龙向商业领袖发表讲话时说，世界只应有单一的全球秩序，促请各国领导人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进而分裂世界。他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并指出这是个巨大的错误。他认为各国应该竞争，但也应该尊重主权。他还喊出了我们不相信霸权，我们不相信对峙，我们相信稳定的口号。马克龙在他的演说中同时指出了中国和美国。其实我们也知道，真正的霸权国家只有美国，逼其他国家选边站的也是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玩新冷战、建立小圈子的还是美国。当然，从马克龙的角度来看，法国可以在印太地区发挥稳定作用，以避免中美对峙的情况发生。也就是说，法国想成为缓和中美关系的桥梁，或者要与更多的国家一起阻止中国和美国其中任何一方成为全球霸主，或者是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对峙。在国际原子能机构11月的理事会上，中国代表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是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防扩散挑战，必须给予妥善处理。中方反对原子能机构将预算用于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这样的核扩散活动，这何尝不是对马克龙反对澳大利亚购买核潜艇这件事的默契配合？总体来看，中国要破解美国的围堵战略，团结欧洲很重要，而法国又是最有可能与中国进行战略配合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与法国都反对全球霸权，反对搞新冷战，更反对通过欧洲的战争来谋利。所以马克龙的访华行程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